我是豪门叶家流落在外的真千金。被找回家后，我3天没有说话。贾千金误以为我是哑巴，欺负我不会说话，可他却不知道这是院长对我的叮嘱。他怕我回家第1天就因为嘴巴说话太毒被赶出去。这就是叶家，果然豪华。他们就是我的家人。你就是叶空，和你爸长得挺像。这是你妈。妈妈。妈妈。宝珠，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宝珠，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哭什么？又没人跟你抢妈，是吧，叶空？这一家人互相搂着恩爱的场景，怎么看都感觉我更像那个鸠占鹊巢还要抢走妈妈爱的贾千金吧。怎么不说话，像个哑巴似的，穿得这么寒酸，去上楼换身衣服，晚上的宴会别给我叶家丢人。妈，叶空毕竟是我生的，他刚找回来就对他这么严厉，会不会太残忍？既然是叶家人，就该学会叶家的规矩。叶空是吧？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带回来吗？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他们真的有多爱你、多想你，而是因为和温家的联姻必须用到你。因为我宁死也不愿意嫁给一个瘸子，他们心疼我，不愿勉强我，所以才不得不把你带回来，替我联姻。原来如此，他们接我回来是为了让我替嫁。所以你懂了吗？叶家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哪怕是一粒灰尘，你都休想拥有。一会儿的认亲宴上，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。你这只乌鸦，就算是飞上枝头，也变不了凤凰。你瞧瞧，那个坐轮椅的，就是你将来要嫁的男人。一个残疾，不过即便如此，也是你赚大发了。他虽然是个残疾，但也是豫州身价最高的男人，温家继承人温灿。怎么感觉他有点眼熟？小空，快来！小空啊，叫温奶奶，这是温蹭，你可以叫哥哥。这就是你在外面养了20年的女儿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小空从小身体就弱，大师说的不能养在家里，这才特意送到南方去寄养的。您看，她是不是和老叶长得一模一样？的确像你们2个的女儿，倒比宝珠漂亮多了，挺好的。您快别说了，宝珠可是您看着长大的，每年的生日礼物，您可从来没缺过她的。那是因为我以为她会是我的宝贝孙媳妇，谁知道我对她好了20年，如今我们阿蹭一出事儿，她就不想嫁了。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宝珠不想嫁？当初不是咱们2家的老头子做的约定，说一定要我们家排行第3的孙女，我们家老3可不就是叶空吗？哼，话是这么说，但这丫头在外面已经待了20几年，你们也不了解她的脾气吧？你这孩子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？怎么这孩子人都不喊一声？不会是哑巴吧？叶空要是个哑巴的话，万一温家人嫌弃他，又让我嫁给那个残废怎么办？不是的，我姐姐就是有些内向，不喜欢说话罢了。是他的腿昨天不还是好好的吗？奶奶，我想和叶三小姐单独说说话。好好好，去吧，难得你开口。认识了10多年，也没见阿参对宝珠有半点兴趣。倒是你家这个老3，一会儿他就另眼相看了。看来我孙子还是随我看脸。从花河县孤儿院院长收养的孩子，摇身一变成了豫州叶氏的千金。叶空小姐，可以告诉我，你们叶家在玩什么把戏吗？
从四肢健全、跑步遛狗的邻居哥哥，到双腿残疾的豪门大少爷，你也只用了1夜的时间。温先生，我的惊讶也不比你少。温先生，我的惊讶也不比你少，除非你告诉我，昨天我在花河看到的那个遛狗的人，是你的双胞胎兄弟。看来我们都有需要隐瞒的秘密。我没有，有秘密的是叶家人，不是我。难道你不是叶家人？我还在考察他们配不配当我的家人。是你考察他们，还是他们考察你？我猜，无论是哪一种，你都需要留在叶家。既然如此，或许我们不用这么针锋相对。你如果想得到叶家人的亲情和爱的话，就一定要记得少说话，听到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十一，只要能留在叶家，被当成哑巴也没关系，一定要闭嘴，千万不要说话，记住了。夜空小姐，既然如此，不如你帮我保守秘密，我帮你留在叶家，如何？你要怎么帮我？很简单，履行温家和叶家的婚约。我可不想嫁给你。我也不想娶你，所以，我们只需要彼此配合，做一对貌合神离的未婚夫妻便好。期限1年。成交。你确定只要履行婚约，我就一定可以留在叶家？当然。好。帮我调查一个人，花河县孤儿院，名字是叶空。宝珠，这就是你养在乡下的三姐啊，和你们叶家的格调也差太多了吧？虽然温灿残废了，但我真没想到他居然要跟这么个人订婚。你在乡下都吃不饱吗？你以前过的都是些什么日子？见过珠宝吗？吃过牛排吗？别这么说，我姐姐只是刚回家不习惯而已。你们谁敢欺负她，我跟你们算账。叶三小姐，我们在跟你说话呢，你连个头都不回，是不是太没教养了？听说你回来之后至今都没说过话，该不会是个哑巴吧？不会吧，宝珠，你也没说你姐姐是哑巴呀。听说回来之后连爸爸妈妈都没叫过，奶奶也没叫过。连妈妈都没叫吗？太离谱了，那还不如不接回来。看清楚了吗？这里是我的地盘。表哥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叶空是我的亲姐姐，是我爸妈的女儿，和我在叶家的地位是同等的。你们再这么取笑她，就是在取笑叶家。姐姐，你回来之后一直不说话，我们都很担心你的。如果你是害怕的话，可以先跟我练习一下。我叫叶宝珠，是你妹妹，奶奶和妈妈都喜欢叫我猪猪，你也可以叫我猪猪。千万不要说话，记住了。你确定只要履行婚约，我就一定可以留在叶家？当然。姐姐，你难道真的说不了话吗？猪猪，他竟然不是哑巴，居然会说话。姐姐，你见过你亲妈吗？什么？我见过，她跪在我面前求我不要把你赶出叶家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她得了严重的传染病，需要医疗费。姐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她怕你离开叶家，她就没钱治病了。猪猪，你有给过她钱吗？她在说什么？是我听错了吗？你疯了吧？就算你再嫉妒，也不能这样说自己的亲妹妹吧？你再说下去，信不信叶家没人认你？宝珠真是个好名字。你知道你亲爹姓什么吗？要不要我告诉你？叶空，你给我适可而止！
想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也想对我动手？叶家轮得到你来说认不认我？长得这么丑，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。不如你也去做个亲子鉴定，正好和你表妹一起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在闹什么？哎呀，连州，你的头是怎么了？快看看猪猪吧，你们刚接回来的三表妹说猪猪不是叶家亲生的孩子。胡说八道！小空，我知道你对猪猪心里有怨气，但你要搞清楚，猪猪也是无辜的，她没有错。倒是你回来这么久，可有叫过我一声奶奶？难道你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吗？猪猪可是叶家最宝贵的孩子，他3岁那年，老婆子我差点煤气中毒走了。要不是你妹妹哭着喊着引来人，你今天恐怕是见不到奶奶了。叶家对你有亏欠，我们这些长辈自会补偿。可这不代表你能随便欺负你妹妹。你如果养你的人没教过你这些规矩，那老婆子，我今天开始教你也无妨。叶家还有这种往事呢，难怪老太太对宝珠那么宠爱。奶奶，你养过我1天吗？就跟我摆长辈的谱。孤儿院院长被我砸成脑震荡，我才肯叫他一声爷爷。要不你也让我砸一次，我就叫你一声奶奶，如何？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奶奶？谁奶奶？你奶奶？我和你没有血缘关系，怎么会有同一个奶奶？少跟我套近乎！快叫医生！奶奶，快拿药，速效救心丸。阿灿啊，你这个未婚妻好可怕，要不咱这婚约就这么算了吧？这就是那个夜空。这样的孩子，如果不是在外面流落那么多年，应该也很讨人喜欢吧？讨人喜欢吗？是惹全世界讨厌吧？不过，奶奶，我觉得这个未婚妻很好，我很喜欢。方思婉，我不管你是在豫州另给他买房子也好，还是把他送出国上学也好，总之我不想在叶家再见到他。妈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会好好跟小空聊聊的。您聊什么？有什么好聊的？我看他反正不想认我这个奶奶，也不想认你这个妈。我可没说不认我妈，我只是不认你罢了。毕竟我妈还没亲口说过叶宝珠才是她的亲生女儿。怎么说，你也要学那个老婆婆，说叶宝珠才是你的女儿吗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我的确应该承认，是我来错了地方。小空，你不要对猪猪敌意这么大，我们毕竟养了她20年，就算没有血缘关系。方思婉，妈妈，赶走，给我把她赶走。她既然不认我这个奶奶，那我叶家也不必认她这个孙女儿，把她给我赶出去。爸爸，都挤在这里干什么？不知道老太太需要休息吗？你跟我来隔壁聊。方姨，他明明就是故意的，还对宝珠的敌意那么大。你头上怎么了？还不是他干的。不是我说啊，姨父，叶空真的太过分了。行了，我们叶家的事儿，你在这儿掺上什么？过来。叶空，你也可以叫我11。哦，为什么？我是孤儿院收养的第11个孩子，大家都叫我11。你现在不是孤儿了，就算按照顺序，你也是叶家的小3。难听。还是空空吧，挺可爱的，很像在喊孙悟空。我看你闹事的能力也和孙悟空差不多了，只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你奶奶非常非常喜欢宝珠，而且她年纪大了，受不得刺激，所以我们也绝不会轻易把宝珠赶出家门。我也必须告诉你，我非常非常讨厌叶宝珠，还有那个老婆婆。如果在我和他们之间，你选择他们，那这个爸妈我不认也罢。叶空，不管怎样，你都是叶家人。你以为我很稀罕叶家吗？整个豫州没人敢这么和爸爸说话，他偏偏说了，爸爸居然也没有生气。不要把这种选择说得这么轻易啊，孩子。你奶奶是我的母亲，叶宝州即便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是我和你妈妈养了20年的女儿。你想要我们在你们之间无条件选择你而抛弃他们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虽然你不稀罕叶家，但既然选择来了，就说明叶家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
为什么不自己来拿呢？你妈妈是爱你的，这一点永远不要怀疑。妈，方姨，宝珠可是你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这一知道没有血缘关系就要撇开，要不是老太太心疼，只怕宝珠早就被赶出叶家了吧？你这小子胡说什么？珠珠，你别多想，无论如何你都是……要我说，既然老太太都发话了，那就把叶空送走，等过个3、5年，学好规矩再回来也不迟。到时候老太太也消气了，怎么样？既然叶家有这个打算，那正好，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带回温家，你们意下如何？你的未婚妻谁？当然是叶三小姐。温少承认这桩婚约了，我从来没有否认过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从前两家人提起这桩婚约，温大少你每次可都是充耳不闻的。我还以为这桩婚约要就此作罢了。叶叔，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直白，你觉得呢？那怎么行？就算两家有婚约，我们叶家的女儿也不能轻率的住到温家去。小空刚回来，当然是住在家里。你也听到了，那之后的时间，我们多多相处吧。豫州我还算熟悉，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，可以找我给你当导游。你确定？这孩子真是不分敌我的张口开枪啊！这么下去，叶家会不会因为他变成豫州上流社会的公敌？老太太醒了，找宝珠小姐呢，我这就去。看来你睡得不错呀。就你一个？当然，因为你昨天造成的闹剧，昨晚大家都累得不行，估计要等一会儿了。哎，先叫声哥哥来听听。你先叫声妹妹听听。这么肉麻，我对叶宝珠都是直呼姓名，凭什么叫你要这么亲热？因为我是亲生的。而叶宝珠是个假货，这真是要气死我啊！奶奶，您多大年纪了，还想在楼梯上追人啊？这真是要气死我呀！你这个讨债鬼，怎么还赖叶家不走？叫谁假货呢？这里是叶家，我说了算！我要你现在就从叶家滚出去！您别太激动，小心又发病。管家，管家，把老太太扶走。叶空，你好，我叫叶庭初，是你的姐姐。姐姐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双标是吧？你考虑过老人家怒急攻心之下，有可能从楼梯上摔下来吗？没有。那你以后最好想一下。真是人心凉薄，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妈，宝珠是我的养女，我当然会一样宝贝。那怎么能一样？亲女变养女，你这不是把宝珠的脸放在地上踩吗？妈，好了，你们都少说2句。先生，是温少爷找3小姐的，他有什么事？温少爷问您想不想出去玩，他给您当导游和司机。我姐姐今天有约了，应该没空参加聚会。是谁啊？是杜若薇他们，说是开了一场正式的见面会，想认识一下叶空。没关系的，姐姐，我帮你拒绝了。你放心和温灿去玩吧。温灿约了那个土包子，不行，不许他去。叶宝珠，你必须把那个土包子给我带过来，否则你就别想再参加我们的聚会了。杜家小姐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和你说话呢？还叫空空土包子，咱们不去就不去，谁稀罕？为什么不去？空空，他都这么说你了，你还要给他面子啊？正因为他这么说了，我不得狠狠扇他几巴掌啊！你告诉温少爷，我今天没空见他。温少爷问地址在哪里，他陪您一起去。温灿什么时候和叶空关系这么好了？既然决定要去，就稍微遵守一下这个圈子里的规则，别动不动就把扇人耳光挂在嘴边，也少动手。是啊，小空，可千万别再砸人脑袋了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爱惹事儿的人。姐姐，杜若薇是杜家最得宠的千金，这座豪华酒庄在她16岁时就被杜家家主送给她了，经常用来办一些聚会。豫州上流社会的千金少爷们也都很喜欢来参加，多认识一些朋友，也能和各个家族联络一下感情。天哪，温少爷居然真的来了！刚说他要来，我还不信，原来他是陪叶小姐来的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就算是坐在轮椅上，这温家大少爷的气质身价都不输在场的任何男人。你平时不怎么参加这种聚会吗？我可是很忙的，未婚妻，希望你可以尽快加深对我的了解。
这样你就会知道，白捡了我这样的未婚夫，对你来说是多么荣幸的事。你这女人！温少爷，你腿没事吧？表达一下我的荣幸，你应该没有意见。你还真是满身是刺啊，扎起人来还不分敌我。我只是很繁装的人，谢谢你的关心。不过有我在，就不用这位小姐帮忙了。叶小姐，占有欲很强啊。是啊，还好我听说豫州市里没有女人喜欢过我的未婚夫，这一点让我很满意。看来这位新来的叶小姐倒是比宝珠有趣多了。温少爷这样的大忙人，居然会屈尊来参加我的聚会，还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。我这酒庄都蓬荜生辉了。若薇，今天的主题是品酒和演奏，诸位请随意。听说宝珠也是演奏团的，她的钢琴部分可是演奏级的，很厉害。叶小姐是第一次来吧？觉得这个曲子怎么样？点评一下。好听。就这样，不然呢？你好敷衍，是对我的聚会不满意吗？是听不懂吧？若薇，你不知道，这位叶小姐可是在乡下孤儿院长大的。昨天认亲宴上闹的那一出，连叶奶奶都不喜欢她，恐怕很快她就会被赶出叶家。不如你加入我的演奏团吧，这样还能成为你留在叶家的砝码，你说对吧，李英？当然，我们杜大小姐可是公主，你哪怕成为公主殿下的女佣，也会在这个圈子里获得无上的地位。他说的太夸张了，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你考虑一下。叶小姐，你第一次来参加别人的聚会，这么没教养吗？不是你的公主求我来的吗，舔狗先生？来，你把接到的电话内容重复一遍。是不是你们公主殿下威胁你，硬要我来的？怎么我来了之后你们就不认了？原来这就是豫州的上流社会吗？早说是给公主殿下办的舔狗聚会啊！就算你们把叶宝珠踢出豫州，我也懒得来参加。你说谁是舔狗？当然是你啊，公主殿下的忠诚的舔狗。你怎么，这土包子还会钢琴？没听说过。怎么，打算弹个小星星，给我们来点震慑？土包子，不来点厉害的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你就得为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向我鞠躬道歉了。你可真爱自说自话。不是吧，唢呐，他把我们这儿当什么地方？不愧是土包子，他不会是想吹一曲吓我们一跳吧？你倒是会哗众取宠。好家伙，他是不是悄悄看谱了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他可是第一次来，简直是一个人碾压了一整个合奏团。你刚才说我不来个厉害的，就要向你磕头认错。现在你觉得我的唢呐够厉害吗？我说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在我的聚会上撒泼，你真的不想在豫州混了？恭喜你，舔狗先生，得到了公主殿下的一次维护，你应该又能努力舔10年了。你个土包子，别太过分了！我说，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？在我的聚会上撒泼，你真的不想在豫州混了？恭喜你，舔狗先生，得到了公主殿下的一次维护，你应该又能努力舔10年了。你个土包子，别太过分了！温少，从进来开始我就想说了，你们一口一个土包子的叫我的未婚妻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怎么，温少爷这是真把这个土包子……就算叶家还没有给他唯一的身份，她也是我温参认定的唯一的未婚妻。还是说，你们觉得叶家的大小姐比不上我温家的准夫人来的尊贵？若薇，走吧，以后这样无聊的聚会就别再来了。你拉着我，我要怎么给你推轮椅？
你不能单手推吗？那也姿势很扭曲的。那你就双手推。我不想，还是你自己单手转轮子吧。早知道我就换智能轮椅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换？老式轮椅需要人推着，比较气派。温灿真的看上这个夜空了。你在音乐上还挺有天赋的。我在哪儿方面都很有天赋。那么多乐器，为什么偏偏选择了唢呐？不是我自己选的。6岁的时候，孤儿院有个小伙伴去世了，院里办不起葬礼，院长就自己组了个送葬队给他送葬，我负责唢呐。那你小时候还挺善良的。院长说，如果我不加入，他就天天在我饭盒里放洋葱，我最讨厌洋葱了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想起来，你比我小了快7岁，其实还是个小孩。那你会和小孩成为未婚夫妻吗，温少爷？我已经到了可以跟你接吻的年纪了。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轻易和男人说起这些话题，容易招惹变态。我当然不会在别人面前说，可你不是残废吗？你知道爱斗嘴也是小孩的特质吗？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那看你比我大那7岁也都白活了。再说一句，我以后就天天往里加洋葱。好恶毒的大人！你知道就好，幼稚的小孩。我该回去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叶家？如果我没有提出订婚，面对你奶奶的排斥和叶宝珠的恶意，你会一直在叶家忍耐下去吗？会，宁愿忍耐他们，不惜和我这个陌生男人订婚也要留下来。你想在叶家得到什么？你妈妈是爱你的，这一点永远不要怀疑。我只是想得到我本来就应该拥有的东西。你指的应该不是叶家的财产和叶家千金的身份吧？难道是父母亲情？与你无关，反正我一定要得到。小空回来了。哼，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，那我这个当奶奶的继续待在叶家也没什么意思。叶海川，你另外给我找个房子，让我带着宝珠住过去，总好过留在这里被你们的宝贝女儿气死。妈，都怪你到处惹事。我刚才到公司就被叫回来开会了。开会？家庭会议，讨论你的去留。奶奶，您是叶家的主心骨，怎么能走呢？我知道姐姐在外面受了很多苦，好不容易才回家，不喜欢我也是应该的，毕竟是我顶替了叶家千金的身份。傻孩子，你就是叶家的女儿，一辈子都是奶奶的小孙女，他们偏心没关系，奶奶会加倍宠爱你，这个家里没人会赶你走的。怎么，吃醋了？如果我真的会吃醋就好了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妈，您就别再生气了，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儿。实在不喜欢小空，您就当它不存在。哼，我能当它不存在，别人呢？你没听宝珠说吗？他第一次去参加聚会，就把杜家和李家的孩子一起得罪了。这么下去，不出1个月，我们叶家就要因为他丢尽脸了。我不管，为了叶家的名声，你们必须把他给我送走。他什么时候学好规矩了，什么时候再回来。妈，你再有异议，我就带着宝珠离开，让你们一家人团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带着小空搬出去住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要让别人都以为是我这个老太婆容不得人，连儿媳都要赶出去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要我和刚认回来的女儿分开，也绝不可能。你在威胁我？那是不是我一辈子不想看到她，你也要一辈子陪着她在外面住？怎么，你是要干脆跟老大离婚吗？妈，奶奶，我哪里说错了？先生，温少爷来了。看来我来的很是时候，那我就直入主题了。叶先生，你也知道，我最近几年主攻互联网相关产业，也算是小有成就。接下来有个大项目要启动，缺一个合作方，不知道叶家有没有兴趣？现在家里的公司都是大姐在管，
我告诉你，少给他惹事儿。你姐控啊？温少爷，这么大的项目，应该多的是企业求着你合作吧？为什么偏偏选我们？叶先生也不必妄自菲薄。虽然叶家在互联网领域不算深耕，但是叶家资本雄厚，而且有大小姐在，我相信叶氏未来一定能在互联网占有一席之地。温少爷说说条件吧。条件很简单，我要我的未婚妻以叶家三小姐的身份，一直待在叶家主宅，或者搬去我家。原来是这样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把他叫来的？才刚回家2天，不想着怎么孝敬长辈，倒是把心思全都放在男人身上了，就指着男人给你撑腰是吧？妈，你滚！你给我马上滚！还有你，别以为拿这个婚约就能给他撑腰，真当我们叶家没有婚约就不行吗？我老太婆今天还就在这做了这个主了，叶家和你温家的婚约就此作罢。我看你是不是还要娶这个没有身份还不要脸的女人回去？妈，既然在你眼里我的孩子这么不堪，那我就和他一起滚出叶家。谢谢您这些年对儿媳的照顾，抱歉以后不能再尽孝了。但是还有廷初他们3个在，想来你也不缺晚辈孝敬，鞠躬，没有一点晚辈的样子。至于您刚才提的离婚，离就离吧，我会准备好离婚协议书的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去收拾行李。哦。好吧，既然我的未婚妻都不是叶家人了，那这个合作自然就算了。不过叶奶奶，有一点您误会了，我愿意为叶空做这些，只是因为她是叶空，即便她不是叶家人了，也依旧是我温岑的未婚妻。等我们以后结婚了，还是欢迎你们以客人的身份来祝福我们。奶奶，放肆玩什么意思？他这是要为了一个刚接回家的丫头反了天了吗？是您要为了一个丫头把您儿子变成光棍了。爸妈那边怎么办？难不成您真的要离婚？离婚是不可能的，想都别想。你前几年不是把隔壁别墅买下来了吗？先让你妈带着叶空住过去吧。我让管家留了2个人在这里照顾你们，就先安心的住下吧。你只有这点行李吗？是啊，小空，你不是学画画的吗？东西应该挺多的吧？我的画稿和工具都还在孤儿院，我不确定能不能把它们带过来。你这孩子有什么不能带过来的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自己的东西当然是要放在家里呀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确定你们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家人。不是我信任的人，不是我信任的地方，没有资格让我在这里。干嘛？我长大后还没人敢打我的头。成为家人是不需要资格的。我不知道你从前经历了什么，但是小空，既然你已经回家了，就不许这么说，别让妈妈伤心。妈妈伤心了吗？你就说，怎样才能让你放心的把行李带回家？首先，我不想住在叶家的房子里。如果哪天那个老太太又要赶我走呢？这个房子在我名下，还有要叫奶奶。行吧，就算是你的房子，也不能保证你就不会把我赶走。小空，你姐姐不会。行，这房子我送给你，晚上我把房产证给你拿过来。你把房子转到妈妈名下吧，除了我和妈妈，谁都不许擅自进入这栋房子。哎，不是叶空，你不要太过分。难道我来找自己亲妈还得经过你同意啊？行，没问题。妈妈同意也可以啊，我又没说开门权限只在我一个人手上。你当我是什么囚禁妈妈的变态吗？你，姐姐，
我让院长明天把我的东西寄过来。好。姐姐，他们是在搬你的行李吗？我看到了好多画架，原来你是学画画的呀。那你要不要也和我一样进公司做设计师？我可以带你一起工作哦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和温灿订婚了吗？虽然他家世确实很好，但他是个瘸子啊。唉，其实原本他要是没出车祸的话，说不定就不需要你回来了。你还觉得爸妈是为了不委屈你才接我回来的吗？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那又怎样，姐姐？你还不知道吧？妈妈带着你从叶家搬出来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你猜他们是怎么说你的？脚夹精、灾星、扫把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有帮你说话的。我今天是特意来找妈妈一起做烘焙的，怎么样？姐姐也要和我们一起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也好，这可是你不让我进去找妈妈的。夜空，这可是你把机会送到我的手上的，你可别后悔。他居然真的放任我用苦肉计，他不怕我死在这里吗？外面那是猪猪吗？他在那儿站了多久？2个半小时。夜空，这次你输定了。猪猪，猪猪，他怎么这么疼？快，先扶进来，打电话给周医生。重度中暑是可能会要命的。宝珠小姐本来身体就不算好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再发生这种事儿了。你跟我过来。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才要问你干什么？你这么折磨叶宝珠，你是想让她死吗？是他自己想死。如果换成你，被人关在门外，烈日炎炎下，你会选择离开，还是一直站下去？就算他是在用苦肉计，可一旦危及生命，你不应该阻止吗？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。意思是，就算他想找死，难道错的也是我这个旁观者是吗？宝珠不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她是爸爸妈妈养了20多年的女儿，就算是条狗都养成家人了，更何况她比你乖巧听话10000倍。和我有关系吗？我说过，这个房子是我的地盘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来。你们也答应了，现在我只是在执行我的规则，你们违规了。你疯了吗？那可是一条人命，无论你再怎么恨他、讨厌他，也不能……他自己都不珍惜的东西，凭什么要我替他珍惜？你知道你这样，谁最痛苦伤心吗？是妈妈！你让他看到2个孩子之间的互相伤害，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有多残忍，你真的明白吗？这么高的温度，你能想象自己在这里站2个半小时吗？你怎么不觉得热？这里的温度很高吗？花河县每年夏天平均温度都40度，孤儿院里没有空调，没有电扇。我在这样的温度里度过了17个夏天。你要帮我算算是多少个小时吗？你打了我，我上一次挨打还是10年前。
本来我要10倍讨回来，但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抵消了。可也只有这一次了，叶真。我不是来求你们施舍亲情的乞丐，你没有资格教训我。等他醒了，就让他从这里离开。如果还有下次，我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。告诉他，如果不怕死，就尽管继续试吧。妈妈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了姐姐的声音。妈妈，你真的要一直住在这里吗？宝珠，你知道自己身体不好，为什么要在门外站那么久？我还以为姐姐一定会开门。是吗？你对叶空的印象那么好吗？明明他在杜家让你丢尽了面子，连奶奶都可以气晕的人，你居然会觉得他会对你释放善意吗？叶宝珠，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是个这么以德报怨的人？妈妈，我只是一时情绪激动，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会求奶奶把姐姐留下来的。你不要和她单独住在一起好吗？我很害怕。自从姐姐回来之后，把奶奶气晕了好几次，连妈妈你也搬出来住了。我知道我是个养女，没资格说这种话，但是我害怕，我美满幸福了20年的家会就此分崩离析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明明我们以前很幸福的，我也想要把这份幸福分享给姐姐的，为什么姐姐就是不领情呢？宝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妈，你答应跟我回去了。珠珠，我明白你想要接纳小空，也想让小空接纳你的心情，可是原本小空也该在叶家度过幸福的20年。妈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宝珠，以后没有重要的事你就别来这边了。小空对你的敌意很重，如果你因为他受了伤，妈妈确实很难为你讨回公道。因为小空也是我的孩子，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，就别来给我添乱了。妈妈，叶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叶家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我妈吃早饭，怎么了？哎，叶空，你今天要不要和我去公司上班？我的娱乐公司可是有很多帅哥美女。没兴趣，等会儿温灿来接我去温家。温家？是温伯伯想见你，我听你爸说了，他提前打了电话，让温灿来接你。去了温家要有礼貌一点，可不能在那儿砸人脑袋。你们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可不是那种一言不合就给人开瓢的人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拘谨，温家虽然很厉害，但我们也不需要屈膝做人，毕竟婚约这件事，一切都要看你的意愿。知道了，妈妈。昨晚睡得好吗，未婚妻？很好。你不跟我讲讲温家的注意事项吗？至少给我介绍一下人员吧。不需要。那我到时候搞砸了，你可别怪我哦。我很期待。欢迎少爷回家！欢迎少爷回家！你别告诉我这些都是你家的佣人。你就是叶空吧？我是温灿的父亲，欢迎你来到温家做客。我是叶空，谢谢您的欢迎，但我想先去洗手。不是我有洁癖，只是您有手汗。昨天跟你爸爸联系的时候，我感觉得出来，叶家并不是很乐意这门婚日。你呢？你喜欢我家阿灿吗？喜欢啊，毕竟他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人。只是好看。我们之间有婚约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。就你目前的情况，想要和温探结婚，是要上一些新娘课程的。他不需要上课。当年我妈受过的委屈，我可不会让我的未婚妻再受一遍。行，此事暂且不提，我还有事找你，跟我来书房。
小莲少爷，这么热的天气，您身体又不好，要不还是等太阳下山再来钓鱼吧。这简直是男版的林黛玉啊！你去给我拿点水来就行。是。你就是叶三小姐吧？快请坐。你是？我叫温莲，是温家旁支的孩子，因为身体不好，一直被大伯养在身边做样子。像我这样的旁系孩子，最近家里来了很多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大概你都能看到。不过放心，有大哥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家宴，温家居然是这么相亲相爱的家族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都是来抢继承人的。温家要换继承人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没必要？大哥就算一辈子站不起来，也不影响他掌控温家的能力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家主大伯并不满意他，他们的父子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。这么说，你也在继承人的备选名单上？别开玩笑了，叶小姐，我这个身体能活到30岁就已经算我幸运了，我又怎么敢觊觎家主之位？温氏这样的庞然大物，可不是我这种病秧子能承担得起的。人的欲望和身体强弱无关，就算你明天会死，也不影响你今天为此做出行动。你没事吧？莲哥，我们来烤鱼啦！快来人啊！温莲哥落水了，有人推温莲下水了。出事了，温灿的未婚妻把人推下水了。这件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你选的未婚妻来我温家做客的第一天，就把温莲推下了水。温莲可是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弟弟，他现在生死不明的躺在病床上，你却无动于衷，就只是为了那个夜空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婚约取消，你不能娶她。你为什么要推温莲哥？你这是害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别想狡辩，我们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当时只有你和温莲哥在水边，就是你推的。别以为有大哥给你撑腰，你就能高枕无忧了。温莲在温家的地位可是和大哥一样的。你说话呀，现在知道心虚了。你还敢躲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哥。叶小姐，这件事看在两家关系的份上，你推温莲下水的事我不会报警，但是相对，我希望你可以自行取消和温灿的婚约。我无法接受一个会对病人做出危险行为的人来做我的儿媳妇。你都不问到底是不是我推的他吗？或者等他醒来你问他自己呢？还需要问？我们都亲眼看到了，就是你把正在咳嗽的温莲哥推下水的。对，就是我推的。叶小姐愿意承认就好，要不然和温莲醒来再问问她也是可以的。不用问他了，我可以全部坦白。不过你们难道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推他吗？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可从没有见过他，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无冤无仇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了温灿的坏话呀。怎么可能？你胡说，温莲哥才不是那种人。就是，他和大哥关系可好了。我回想了一下，他不光说了温灿坏话，还说了你们所有人的坏话呢。他说温家最近来了很多旁系的孩子，都是来抢食的鱼，等着巴结家主，好顶替温灿的位置。你胡说什么？哦对，还有你啊，温叔叔。温莲说你是个心狠手辣的老不死的，儿子腿瘸了就想一脚踢开。不过，他说他遗传了你的血脉，是你的亲儿子呢。温叔叔，原来除了温蹭，你还有私生子呢。你闭嘴！叶小姐，我无意代替你的长辈管教你，但你刚才所说的话，不光是在污蔑温莲，更是在指控我和温蹭的母亲。我只是听到什么说什么，就算温莲胡说八道，那也是在指控叔叔你吧。我也很好奇，传闻说你很爱你的妻子，那为什么温灿刚残废，你就要迫不及待的找人来接替他的位置？好了，你刚来豫州，对很多事情不了解，我以后会慢慢跟你讲。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阿灿怎么就选了这么个未婚妻呢？
管家，去给叶家那位打个电话。温莲真的跟你说了那些话？当然没有，全是我编的。你就不怕他想来戳穿你？戳穿？当时湖边只有我们2个人，没有人能为我作证，也就代表着没人能为他作证。你是怎么想到编出那些话的？温莲说了那么多，她很在意自己的身体不好，以及你爸对你的态度。其实不难看出，她越说自己不想要，其实内心越渴望这件事。这不是我编的。那你说温莲是他亲儿子，也是推理出来的？哦，这个是我编的。不过你爸的反应确实有点耐人寻味，我建议你回去薅他一根头发去验验。我以前倒是没发现，你确实很有趣。夜空，怎么办？我越来越喜欢你了。夜空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妈，小空回来了，可以吃饭了吧？可以了，小空，你妈今天做了蟹黄包，从日本空运来的顶级松叶蟹，味道很好，快来尝尝。你先去洗手，小空，快来。吃饭啦！愣在这里做什么？快来吃饭！您怎么来了？奶奶，您消消气，我们回去吧。回什么回？这里也是叶家的房产，只要是叶家的，就有你的一份。要出去，也是那个灾星滚出去！妈，您来做什么？我以前都不知道，你竟然是这么个狠心凉薄的人。这个灾星一回来，你不光把养了20多年的宝珠丢在脑后，连我这个当妈的都在你面前都毫无地位了，是吧？您先冷静一点，有什么话进来说。进来？我敢进来吗？没有你女儿的允许，谁敢踏进你家的门？那您想怎么办？总不能就在这门口让人看笑话吧？从这个灾星回到叶家开始，叶家就已经成了全宇宙的笑话了。妈，她是我女儿，不是什么灾星，她也是您的孙女。她不是，她自己都不承认我是她奶奶，难道我还要上赶着认她这个孙女吗？你们是不是还不知道今天在温家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她在温家的地盘上把人家温家病弱的养子给推进池塘里去了，这不是要谋杀人命吗？什么？原本我们和温家关系多好，就算温灿之前不想履行婚约，也不影响我们2家的世交关系。可是他回来之后都干了什么？温灿一个无法继承家主之位的瘸子，就算愿意娶她了，有什么用？反而让他去温家，给我们闯下了大祸。不是我做的。妈，你看，小空说不是他做的。奶奶，快，先扶到沙发上去。你们都跟着他疯了吗？他这是谋杀！妈，我刚打电话问过了，温灿亲口说小空没有推人，这件事是个误会。温灿现在的话还能作数吗？温家除了那个老太婆，谁还站在他那边？我早就想说了，这个灾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勾引了温灿，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找到了靠山，也不看看他这副做派。要不是温灿腿瘸了，是个废人，能看得上他夜空？当初我同意让他回来，本来就是为了让他代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前途的残废。宝珠可是我的心肝宝贝，哪里能去温家受那个苦？现在好了，他在温家干出这种事儿，惹恼了人家家主，我看他连那个残废都嫁不了了。妈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。而你们这些蠢材，居然还为了这个夜空，把我的宝珠欺负成这个样子，你们简直没有良心！奶奶，您是我唯一的奶奶，为了叶家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乖，有奶奶在，谁也不能让你受委屈。当务之急是要让温家消气。虽然我们叶家底蕴深厚，并不怕他温家，但是温家人脉比我们广，一旦温荣想让叶家付出代价，
我们也会伤筋动骨。谁做的事，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哦，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消气呢？小空，当然是上门道歉。人家要你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就算他们以杀人未遂把你告上法庭，你也要乖乖去被告席上坐着。奶奶，姐姐毕竟还是叶家人，这样做不好吧？哼，你们看看宝珠，这才是我们叶家千金该有的善良和姿态。当然，只要叶空足够听话，叶家也可以花点力气，让你在牢里过得舒服点。那我还真是深感荣幸啊。温灿现在的话还能作数吗？温家除了那个老太婆，谁还站在他那边？这个灾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勾引了温灿，要不是温灿腿瘸了是个废人，能看得上他叶空？来，让我找找温灿的微信在哪啊？找到了，发送。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温灿说知道了，你开心了吗，奶奶？都知道会被我气晕了，还要自己来找罪受，有时候还真是搞不懂人类啊！受虐狂吗？你也太过分了！我从不拦着人找死。温灿，老太太晕倒了，你不用来了。小空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。宝宝，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哪一方面？就是在面对你奶奶的时候，还有面对宝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没怎么想吧，反正我又没把她当成奶奶，就是个莫名其妙爱找我麻烦的老太太而已。至于叶宝珠，看在你们的面子上，我已经对她很不错了。我很少有讨厌的人，一般让我讨厌的人，我都会想办法让他完蛋。能容忍叶宝珠到今天，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那你之后想做什么？那我可不会告诉你，不然你要保护她了。你为什么要哭啊？是在为叶宝珠害怕吗？宝宝，你到底是怎么长大的？是不是妈妈没有弄丢你，你就可以比今天无忧无虑10000倍？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弥补你啊？没事，我过得挺好的，你别哭了。至于弥补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。小空，你接下来几天有空吗？说有也有，说没有也没有，怎么了？如果没有，就跟我一起去滑雪，陪我工作几天。你边滑雪边工作啊？哎呦，只是谈合同的地点在滑雪场。哦，只有我们2个吗？不一定，宝珠也可能会去。看来你很想看到我和叶宝珠和平相处。我只希望家宅安宁。这话也太封建了。豪门家庭本来就很封建，巨大的利益会把同源同姓的人拧成一股绳，和古代的世家大族没有区别。等你待久了，会对这一点有更深的感触。听起来很不妙，不过我依旧期待滑雪场。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不能和叶空好好相处的话，我会把你送去国外留学。为什么欺负人的是他？为什么要被送走的人却是我？因为叶空是不会低头的。同样的，如果说给他听，他只会转身就走。他没有走啊，奶奶不是也说了要把他送走，也没见他离开叶家。可是奶奶被气晕了几次，我和爸爸妈妈都不想落得奶奶的下场，所以我们并不敢说这些话给叶空。所以你就来说给我听。因为这些话对你有用。你和叶空不一样，你不会离开叶家，所以你一定会努力达成我的要求，不是吗？为什么姐姐？你以前明明很喜欢我的。我现在也依旧喜欢你，但是宝珠，你好像没意识到你的行为越来越离谱。一开始还只是3番5次的挑拨奶奶，
后来甚至站到中暑也要晕倒在夜空眼皮子底下。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谈心，告诉我，滑雪场你要去吗？我还有的选吗？去！至今都敢在我面前撒野，还觉得是人人都在欺负他。夜空，凭什么你一回来我就要放弃原本幸福的生活？我不甘心。看我怎么借杜若薇的手把你赶出叶家。哇，姐姐，我们先去拿滑雪用具吧。夜空，姐姐，他是不是不高兴我和你走得这么近啊？走吧。哟，好巧，你俩还挺有缘，这就又遇上了。加害者与被害者，杀人者与被杀者。哎，难道你是来跟温莲磕头道歉的？杜若薇，你这话有点过分了。我叫林新洲，在省级乐团担任首席。你上次在杜家吹的唢呐真的很优秀，我很喜欢你，谢谢。新洲，你一个乐痴只关心他的唢呐，难道我说的有假吗？就是他在温家把温莲推下水池的，不信你问当事人啊。温莲都怕了你了。能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就下狠手的人，很难不怕他吧？温莲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夜空真是够恶毒的。人家一个不开心，连自己的奶奶妹妹都能气晕，外人算什么？在外面养大的就是这样的吧？虽然是叶家亲生的，但和捡来的孤儿也没什么区别。你怎么来了？温莲邀请我的，不过听说你会来，我才来的。是啊，我也算是沾了叶小姐的光，在这里碰到你们，算是聚会吗？当然，就是不知道叶三小姐肯不肯赏光，和我们一起玩了。你会滑雪吗？当然会，你呢？我不会，我很少见到雪。我可以教你。你腿都残了，怎么教我？语言之道。也不是不行。夜空，你听不到别人说话吗？回叶家这么久，还没改掉你这没教养的习惯，真不知道是叶家教的不够，还是你本质就坏的无可救药。看来杜小姐对我们叶家的教育方式有些意见。夜空回来不久，的确和你们交流不来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，不如来找我。听初姐，若薇一向是这个脾气，您别跟她计较。叶三小姐应该也不会介意的吧？待会儿我们向你赔个不是。哟，舔狗先生，你也在呢。杜小姐，我突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，这只是我们第3次见面，但是在所有人当中，就你针对我针对的最积极。我思考了一下，想到一种可能，你该不会是喜欢温灿吧？笑死了，杜若薇怎么可能喜欢温灿啊？就是，别搞笑了。若薇，你说句话呀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我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他一个要被杨子夺走一切的残废，我凭什么会喜欢他？我才不喜欢！那就最好，我也希望你没有再打他的主意，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，而我又是个占有欲很强的人。你把我往里面推，是已经订好房间了吗？没有啊，但你肯定订了吧？嗯。我想吃甜点。我带了甜点师。你也太贴心了。未婚夫的基本素养。若薇，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真晦气，我不玩了。若薇，来都来了，别走啊！
放心吧，公主殿下，我有办法替你出气。你平衡能力也太差了，这明明应该很简单才对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我以前还学过一段时间散打。哦，那确实看不出来。学了半年，最后只学会了过肩摔。我从小就以为自己是个学习天才，直到我开始运动。我不适合运动，还是算了吧。哇，夜空，你怎么连滑雪都不会呀？我刚才还赌你会摔上20次才能学会1点，你还差2次呢，继续滑呀。喂，叶三小姐，叶家不会什么都没教你吧？滑雪可是我们的基础运动。要不我来教你啊，叶三小姐。夜空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这样可能会摔断脖子的？知道有可能摔断脖子还来招惹我，那不就是找死吗？你们天天在论坛里说我是疯子和土包子，却又老爱围着我炫耀挑衅，这种行为我要怎么理解呢？难道你们是受虐狂吗？你回来吧，奶茶已经到了。叶三小姐不是还没学会滑雪吗？我来教你，在场所有人中，我的滑雪技术是最好的。夜空，李一，你有病吧？我没看错吧？李英和夜空，这是什么组合？坚持一下，人马上到。不如在这个弯道摔倒，也比长坡冒险的好。李一，你疯了吧？叶三小姐居然记得我的名字，可真是荣幸。放开我！待会儿会放开你的。放心，你不会死的。夜空！你是在为杜若薇出气是吧？看你的样子，你到底是在为杜若薇出气，还是在为你自己出气？被我说中了，对吧？杜若薇真的喜欢温蹭，我看到她眼睛肿了，是因为在温蹭前面被戳破，还是因为即便被戳破了，温蹭也依旧没有多看她一眼？在人前都这么控制不住感情，那在背后，杜大小姐又到底为温灿哭过多少次呢？尤其是温灿出车祸的时候，她是不是眼睛都要哭瞎了？听说你们是青梅竹马，你爱他爱了很多年，他有为你哭过吗？真是可怜啊，舔狗先生。不过再怎么可怜，也不是你拿我撒气的理由。我可不是那种会白白受气的人。不要！放心，不会死的。夜空，你这个疯子！夜空，你快住手，别打了！行了，我没事儿，你当然没事了，有事的是别人好不好？他死不了，我不动手了。明明是玩音乐的手，居然用来打人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我不管你们在玩什么狗血苦情的爱情戏码，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，就算你暗恋温灿暗恋到死也好，这舔狗舔你到死也好，都不要再来惹我，不要把我和温灿扯进来。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，你自己知道。就像现在，你疯狂骂我以及想要揍我，到底是想为李英报仇呢，还是因为我是温灿的未婚妻呢？夜空，李英被你打成这样，难道你以为自己还能全身而退吗？你不会
真的以为只凭叶家就可以只手遮天了吧？叶空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，我要让你彻底完蛋！你不说我还忘了，李少爷，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，但我就当你知道这件事了。多年前，花河县福利院李氏慈善基金。再见了，舔狗先生。站住！你别以为……若薇，是我先动手的，所以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你说什么？若薇，你快看论坛，今天的事儿不知道被谁发出去了。现在圈子里的人都说是你对温灿爱而不得，故意让李英伤害叶空的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叶空彻底惹怒了杜若薇，我看你还怎么全身而退。哇，这么多都是温大少爷送来的。原来你喜欢吃甜品啊，叶空。只要你答应加入我的乐团，我就天天给你买甜品，怎么样？叶小姐，这是温少爷给您的无限量供应甜点卡，只要您想吃，豫州市所有的知名甜品店，您都可以随出随进，免费享用。叶空，你和温灿的感情也太好了。原来温灿是想演绎出为爱一掷千金，这明明是付出真心。叶空，温灿喜欢你这件事，早就在圈子里传开了。这是什么？热度已经排行第1了，这是谁发出去的？叶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给我出来！杜若薇怎么来了？杜若薇，你干什么？叶空呢？让他出来！有胆子发帖子造谣，现在当什么缩头乌龟啊？你冷静点，杜若薇，如果不是你让李英伤害叶空，也不会出这样的事。到底是谁敢做不敢当？林心中，才几天不见，你就成了叶空的跟班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要叶空为此付出代价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为什么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还一直觉得我好欺负？叶空，你怎么？就许你杜大小姐对人动手，不许别人还手。我还可以推得更有力些，你想试试吗？叶空，可以了，松开。叶空，你别太过分，你信不信我会让你在这个圈子里生存不下去？杜小姐，我跟你不是一路人，我没想过要进入你的圈子，所以你也不要来找我的麻烦，否则我敢做的事情，我保证你不敢做。叶空，你还不快给我们杜大小姐叫救护车！你们想害死她吗？叶空，你不害怕吗？还好吧。糟了，是杜家的人来了。杜家对杜若薇特别宝贝，这次的事，杜家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怎么办？你快去后面躲躲。躲？为什么要躲？
我跟你说，豪门的人都是很会欺负人的，他们可不管法律如何，这种时候抢的就是时机，谁能快一步谁就能掌控局面，你还是快躲躲吧。你可真是个怪人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吐槽我？快走啊！不是吐槽，是夸奖。豪门不讲王法，谁能抢占先机，谁就能控制局面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然我怎么会打得那么爽呢？当然是因为先机已经送到我手上了，不打岂不是浪费？啊，我怎么一个字也听不懂啊？你就是夜空。是我。阿姨，叫我杜夫人。叶三小姐，我不会跟叶家撕破脸，所以你可以选择主动跟我去医院，或者被我的保镖强行带走。杜夫人，你想带我去医院，如果我去了，你要怎么对我？我不欺负小孩，只要你在我女儿面前鞠躬认错，直到她愿意原谅你为止。那如果她不肯原谅我呢？我说了，直到她原谅为止。那如果她也要掐着我的脖子扇我10几个耳光呢？您带我去医院让她解气，不会也要任由她这样对我吧？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的女儿从小到大，我都没碰过她一根手指头，你却敢把她打成那个样子。现在我只是要你把做过的事原样奉还，你应该谢天谢地才对。谢天谢地？杜夫人，按照这种逻辑，应该是杜若薇先被大卸8块吧？毕竟她这些年欺负过的人，可数都数不过来呢。所以你是在为那些人鸣不平。早就听说叶家刚回来的三小姐是在乡下养大的，不懂规矩又嚣张跋扈，是个可怕的疯子。现在看来，你只是单纯的蠢而已。我是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是个这么天真幼稚的人。锄强扶弱，行侠仗义，你竟然会为那些人主持公道。走吧，既然你的父母没有教你，那我就好好教教你，什么叫上流社会的规则。我现在总算知道你女儿的德行是跟谁学的了。欺负人的时候不觉得自己需要付出代价，但受欺负的时候却会要求对方10倍100倍的偿还，就因为你们天生命贵。你们还真是好不要脸！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如果杜若薇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杜夫人，你还真是自作孽，遭报应啊！杜夫人，你错了，我不是行侠仗义的女侠，锄强扶弱4个字里，我只占一个。我是那个需要被除掉的强。给我抓住他！抓住他！知道你们杜家人像什么吗？你们像葫芦娃。把他给我拿下！绝对不能放过他！住手！小空，你没事吧？吓死妈妈了。我没事儿。方思婉，你是要杜家和叶家彻底撕破脸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敢来护着他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叶海川在这里，我也要你女儿付出代价，否则我杜家和你不死不休。小空，是你，是我干的。是杜若薇先来招惹的我，杜夫人跟我玩打了小的来老的这一套，不管用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乡下人。叶空，你忘了，我爸是叶海川，我未婚夫是温灿，我也是你口中的上等人。
既然如此，你们那套欺负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规则，我拿来用用又怎么了？小空，谢谢你能来啊，妈妈。小空，你这次做的太过分了。你说什么？杜夫人，这件事是小空动手不对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叶家愿意让出西郊那块地皮作为赔罪，不够。方思婉，我要叶空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1000倍、100倍的代价。小空，给杜夫人道歉。我没做错。小空，你不该在这个时候彻底得罪杜家。温灿，我把杜若薇和杜夫人打了一顿，我要让杜家生生吃下这个大亏，还半点好处都捞不到。收到，未婚妻放心。给我把他带走！不择手段，不择手段！啊！小空，小心！喂，是，夫人，家主说今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让您放叶家人离开。什么？杜夫人，你想教我的上流社会规则，我已经学会了。叶空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叶空！妈妈，你们怎么才回来？我和爸爸都快担心死了。没事吧？姐姐，宝珠，你陪我上楼休息吧。小空，你等一下，爸爸有话对你说。您说。小空，你这次真的做得太过分了，就算杜家小姐任性，你也不该那么动手伤人。叶宝珠告诉你的。虽然叶家并不怕你得罪了杜家，但是你伤了人家的母女，总归是对叶家的名声有损。你也觉得我做错了？这件事还会牵扯和杜家的生意往来，你就算任性，下次能不能别这么冲动？所以，你希望我去给杜家道歉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2天后，李家举办了一场宴会，邀请豫州的上流名门参加，我们全家都去。宴会上也有杜家、温家、林家。爸爸只希望你能够安分守己的待在你妈妈身边，好吗？李家。当然，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也不勉强，只是……知道了，我会去的。好，小空懂事了，能为叶家着想，爸爸很开心。确实，也该是时候替我孤儿院的朋友们复仇了。秦小姐，秦小姐，您不能进。先生，没事了，我跟他谈。秦小姐，你找我什么事？秦小姐，你还叫我秦小姐？温灿，你知道所有人都在说你放弃了继承权，温家的实权人已经换成了你爸爸吗？你知道甚至有人想给你爸爸介绍相亲对象了吗？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那你知道我父母要我嫁给你爸爸，而你爸也毫无拒绝之意吗？你哪来的消息？温灿，你必须帮我，这件事因你而起。如果不是因为你放弃温家继承权，他们也不会动这个心思。冷静点，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2天后李家的宴会上，我要你当众取消和叶空的婚约，假装和我在一起，只要1天就可以。你爸那么看重名声的人，无论如何也干不出和儿子抢人的事情。你为什么不回答我，温灿？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你不能拒绝我。难道你真的想看着我给你当后妈？擦擦眼泪，冷静一点再聊。我已经很冷静了，温灿，这件事你必须答应我。等解决之后，我可以去给叶空道歉，我愿意用全部身家为你们准备新婚礼物。但在此之前，你必须帮我。我可以帮你，找更合适的联姻对象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联姻对象能比得上你，能让温家退却？所以，你找我，让我跟你订婚，是唯一的解决办法，对吗？不是真订婚，只是假的，或者不需要订婚，只要你配合我在李家宴会上做场戏就行。温灿，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，我绝不能被你爸毁了，我也绝不忍受这样的耻辱。你不答应我，是不是因为叶空？可我事后会跟他解释的。事后
你的意思是我还要瞒着他，让他误以为我拒绝和他联姻，反而要和你订婚？都只是假的，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太丢脸了。一旦传出去，我恐怕会成为这个豫州的笑柄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为什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么离谱的要求。我笑你为什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么离谱的要求。离谱吗？是我的要求离谱，还是你爸想娶我离谱？就算我爸离谱，你也很无辜，但不代表你能理所当然的让叶空也为你付出名声。你因为觉得丢脸，所以不能让人知道真相。如果我答应和你演戏，那叶空莫名其妙的被我分手，被你抢走未婚夫，他不会丢脸吗？他不会成为整个豫州的笑柄吗？可他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伤害，我却面临着嫁给你爸这样荒谬的灾难。更何况，到时候我会向所有人解释的。秦冉秋，我会帮你的，但不是以你想的这种方式。你还能有什么方式？宣扬出去，制造舆论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。温柔那么在乎自己的名声，听到这种舆论，她肯定会出来为自己澄清，自然也会放弃你。不行，绝不能被人知道这件事。被温柔这种不要脸又没用的老男人觊觎过，光是被别人知道，我就觉得浑身发痒，反胃想吐，别人也一定会嘲笑我的。就用我说的办法，哪怕事后给叶空下跪磕头都可以，只要你帮我过了这一个关，我以后拿你们当救命恩人。嗨，好巧啊，秦小姐，你现在就可以对我下跪磕头了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来得及说。你还别说，你家庄园里种的苹果还挺好吃。你喜欢就好。你盯着我干嘛？李家聚会可是场硬仗，你确定你能一直演下去吗？温大少，会不会还没演完你就坏掉了？不会的，我……看来秦小姐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我的棋局正式开始了。好久不见啊，李总，最近过得不错。张总，北郊的生意……秦冉秋都能给温灿当后妈了。温荣的夫人去世这么多年，人家想二婚，秦家也想抱大腿，这不一拍即合。笑掉大牙了。秦大小姐要是真嫁给温家了，那我只能建议她嫁过去之后，早点给温灿生个弟弟。叶空，诸位，今天很高兴见到大家。幸得李家主同意，温某想借此大家都在的机会澄清一件事情。说起来，我一大把年纪了，还在为这种事情澄清，实在是有些不像样。但事关一个很优秀的晚辈，也是我儿子最在意的人，所以再丢脸，我这个老头子也必须站出来澄清一下。他儿子最在意的人，他说的谁啊？是叶空还是秦冉秋？肯定是秦冉秋啊，他和温灿青梅竹马，叶空算什么？就是温灿肯定爱秦冉秋更多呀，没听说过吗？求而不得才是最好的。今天我要正式澄清一下，我温荣的夫人永远有且只有一个，哪怕她已经去世了，但我对她的爱至死不渝，此生都绝无二婚的可能。虚伪。至于被凭空传了谣言的秦冉秋这个小辈，他是受了我儿子的连累，只因为他曾和我儿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。真的假的？居然是真的！被人无端造谣诽谤，名誉受损，这件事儿是我们温家对不起冉秋小姐。如果日后冉秋小姐能和我儿子重修旧好，温家自然会欢迎这位品行与能力兼备的儿媳。我就说温灿和秦冉秋在一起过，就是秦冉秋和温灿那么般配，对那个叶空肯定是虚情假意。豪门少爷嘛，都是这样。叶空一个乡下回来的山鸡，怎么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？父亲，请止步。阿灿，你怎么来了？阿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今天去医院检查吗？临时起意，不过还好来了。今天我要是不来，我的未婚妻岂不是要被你们欺负死？父亲，您刚才说什么？谁曾和冉秋小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？谁要和冉秋小姐重修旧好？温灿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承认。温灿，阿灿，爸爸可没教过你做一个没有担当的男人，哪怕分手了，对待曾经爱过的人，也应该有起码的尊重和保护吧。曾经爱过的人，秦冉秋小姐，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？你怎么没通知过我？温灿，回答我，秦小姐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前女友了？
我们是牵过手，还是拥抱过，还是接过吻？怎么，做我的女朋友很见不得人吗？得被我做贼一样的藏起来。你们，当我温灿是什么人？以为我不在场，就可以随便污蔑我，随便往我的未婚妻头上泼脏水？阿灿，就算你再怎么喜欢叶空，也不能这样对秦小姐。你的风度都去哪里了？我一个残疾人，要什么风度？秦冉秋小姐，你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曾在一起过，我却有无数证据证明，我绝对跟你没有过任何暧昧关系。这样，你还要坚持承认台上的说法吗？温灿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残忍吗？就算不是情侣，也和冉秋也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你都不会觉得冉秋可怜吗？可怜，我一个清清白白这么多年洁身自好，却被你们污蔑，扣上骂名，让我被未婚妻误会，我不可怜吗？你们给我未婚妻泼脏水，说她善妒，又说她造谣，她不可怜吗？我们两个，一个被叫疯子，一个被叫残废，被你们人言迫害，我们不可怜吗？父亲，我已经没有前途可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让我这么不痛快？看到你儿子这么丢脸，你很开心吗？阿灿，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就是爸爸错了。我不该听信秦小姐的一面之词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干涉我的感情生活。这是自然。诸位抱歉，都是一场闹剧罢了，还请大家不要介意这段插曲，继续享受美酒佳肴。好久不见啊，夜空。好久不见啊，夜空。杜若薇，是挺久没见的，不知道你妈妈的手好全了没有？夜空，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真的能永远得意，永远耀武扬威下去？可惜今天过后，我要让你成为整个豫州最大的笑话。夜空，叶三小姐，你敢回答我，在被叶家带回豫州之前，你一直都在哪里生活吗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叶三小姐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所以养在南方吗？是啊，说是和叶家八字不合来着，难道另有隐情？让一让。你为什么不敢回答我？是你知道叶家传出来的说法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全都是放屁。在今年之前，你不过是个在乡下长大的孤儿。在今年之前，你夜空不过是个被狸猫换太子的可怜虫，而那个从出生就代替了你的叶宝珠，她在豫州这个黄金库里享福，当金尊玉贵的千金大小姐的时候，你夜空在什么地方，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？夜空，叶三小姐，你敢说吗？杜小姐，若薇，夜空，你敢说吗？你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，如果不是叶家把你带回来，你还会一直待在的那个地方。是花河。花河？我没听错吧？是那个花河？是多年前发生过重大案件的那个花河。杜小姐，今天不是我们叶家或你们杜家的主场，你闹事也分一分场合。小空，我们走。叶夫人，你们叶家自己闹出这么大的丑闻，把我们所有人耍得团团转，这时候都知道着急了。杜若薇，你不要这么跟我妈妈说话，有什么矛盾我们可以私下里谈。私下？叶宝珠，你是不是真当我是傻子？你处处给我卖惨，让我针对夜空，你真当我不知道？是你把滑雪场的照片传出去，故意让我去找夜空的麻烦。
若薇，就算你不喜欢我，也不能这么离间我和姐姐啊！妈妈，姐姐，我没有。姐姐，你不过是个养女，得了泼天的富贵，还以为自己是叶家的真千金呢。我是恨不得让叶空去死，但你这种爱挑拨离间的人，比他更反胃。我一想到这些年和你这个假货当朋友的日子，我就恶心的想吐。够了！你们杜家的人呢，还不来把杜小姐请下去？放开我！你有证据吗？证据？有啊。你想要什么证据？你在花河孤儿院留下的照片够不够？你在花河县小学留下的笔记本够不够？如果这些能证明你成长记录的物证全都不够的话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人证。什么？还有人证？这些照片真是叶空的？他真的在花河县生活过吗？照片不会是 P 的吧？有什么会比那个亲手把你换走，又亲自把你送到花河县孤儿院的人更能证明你的来历呢？你忘了，他还来找过你不是吗？就是那个你口中得了传染病的脏女人。虽然她很脏，但作为叶宝珠的亲妈，仅凭一己之力就把叶家耍得团团转的人，你是有资格站在这里，不是吗，潘女士？天哪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！杜小姐，你说话可是要负责的。如果谁都能空口编造的话，空口编造，那这个够吗？亲子鉴定，叶宝珠和潘女士的亲子鉴定结果，母女的概率是99.7%，这不就是亲生母女？叶宝珠真是潘女士的女儿？怎么样，叶三小姐，这个人证可还算有力？你还要继续不承认你是来自花河，是在花河孤儿院长大的吗？小空，我们走，回家。我是来自花河，那又怎么了？你承认了？你承认了？你承认你是……我从小就在花河长大，直到今年才来了豫州，回到叶家。我承认了，那又如何？我被人狸猫换太子。我长大的孤儿院名叫花之河，除了大学，我很少离开那里。那又如何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在兴奋什么？你在得意什么？你在暗示什么？花河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，让你对我露出这样胜利的嘴脸？是因为那里曾发生过举国震惊的重大案件吗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在花河孤儿院长大的我，也必然牵扯其中，甚至就是案件中的一个当事人呢？怎么，你嘴巴一张就想否认，就想证明自己的清白？叶空，案件发生的时候，你刚好就在花河县。温少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叶夫人，叶空想要自己解决。若薇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别闹了，叔叔送你回家去。我不走，你们放开我！叶三小姐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不能再让事情闹大了。不如您先回家，有什么事之后再找杜家谈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这个只坐了7年牢的当事人帮凶先生。什么？你以为只有你在花河看见了我吗？你以为我年纪小，记不得你的脸吗？你简直蠢得令人好笑啊！明明是你在我面前被戴上手铐的，李英的舅舅，花河县重大案件的帮凶张志成先生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本来只是来蹭吃蹭喝，外加见识豪门纸醉金迷的，谁知道居然会吃到这么大的瓜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叶空小姐，好了，今天的闹剧够多了。叶空小姐，这毕竟是我李家的聚会，别闹得太难看了。大家都散了吧。到此为止吧，叶三小姐。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再让大众记起那件事。这么下去，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把你视作眼中钉吗？你就不怕吗？怕？我为什么要怕？我都不怕让你们知道，我就是在花河长大的。
我还要怕什么？倒是你们敢告诉所有人，这7年里张志成先生到底在哪里，又到底在干什么吗？谁都知道张志成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替我工作。你一个刚来豫州的小丫头片子，明明不了解，还这么乱说一通。你知不知道名声对我李家有多重要？你没有证据就如此抹黑我们，给李家泼脏水，当心我要告你。证据？你要证据？那我就给你证据。他真的坐过牢，这7年都是坐牢去了。李家也藏得太好了，还真以为当年这件事儿和他们无关呢，太恶心了！干过这种事，居然还装得清清白白的，还明目张胆的当李家的高管。没听见吗？他只是个帮凶，真凶另有其人。小王他怎么样？我的证据你还满意吗？你不愧是才来了豫州半年就名声远扬的叶三小姐，不过能查到我只是帮凶，确实算你有点本事。什么？还有反转？难不成他只是个替罪羊？我不过是个替人顶罪的而已，真正的凶手就是他。替你背锅的这些年，我已经受够了。既然我逃不掉，那你就和我一起坐牢吧。张志成，你闭嘴！家人们，终于迎来史诗级现世报，痛快啊！张志成、李雪来，你们涉嫌参与主导一起重大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有人举报，李家所有参案人员全部带走接受调查。你不能走！你刚才说的一切都证明了你的确就是当年案件的当事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杜小姐，你是不是失心疯了？这件事我和我的女儿有什么关系？她都能记着张志成的脸了，岂不是说明她就是在案发现场？说啊，叶空，你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？你给我闭嘴！小空，小空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啊！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我也是受害者，对吗？就算我真的是受害者，那又如何？你承认了？就算我承认了，那又如何？你居然承认了！你这样的人牵扯着那么大案子，居然还想悄无声息的混入我们的圈子，居然还想风风光光的嫁进温家，嫁给温寸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你怎么还敢这么理直气壮？我是你们真的太好笑了。你们为什么一副抓到我把柄的样子？谁能来给我解答一下吗？就算我是受害者，为什么我不能理直气壮？在你们看来，受害者应该怎样的活着？应该像老鼠一样不敢冒头，应该像蟑螂一样不敢见光，应该缩着尾巴藏着秘密，一辈子活得畏畏缩缩才是正常的。而那些真正的犯罪者，和犯罪者有关的人，都还衣冠楚楚，受人追捧，在锦玉堆里推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活得好不快活。那受害者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是我不但不会低着头躲躲藏藏的活，我还要把犯罪者的名字、家族还有照片全部刻在我的衣服上。我见到一个人就告诉他我遭遇过什么，害我的罪犯又是谁。我会让犯罪者像个老鼠一样不敢冒头，像蟑螂一样不敢见光，让他们在垃圾堆里痛苦死去，让他的名字在世人的记忆里腐烂发臭，死也不得解脱。杜小姐，我敢让所有人知道我在花河县长大，可这里，在场你的同类们，有人敢出来说他们与此事有关吗？谁敢？真是夜空！谁让你在这种场合搞直播的？关掉！你是哪个平台的？保镖呢？还不快把他赶出去！这位杜小姐，你不讲道理啊！
之前你指着叶小姐的鼻子骂的时候，可没想过关直播啊？你怎么轮到别人揭露你的丑恶嘴脸的时候就不许我播了？谁这么不要脸啊？够了，若薇回来。诸位，今天是我家孩子不知分寸，闹出了这些事来，我们杜家自会给各位送上赔礼。妈，闭嘴！叶三小姐，我至今做过最后悔的事，就是让若薇招惹了你，但所有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你所说的那个案子，我们杜家未曾参与。从此以后，我也会叮嘱儿女，见到你就绕路走。妈，不过你也不要太得意了，叶三小姐。你今天闹出来的事，以后豫州多少人会把你看作敌人，而你也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众矢之的，连温家也不会保你的。走，叶空，我等着看你怎么完蛋。好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猪，你忘了我了？我才是你的妈妈呀！妈妈就在这里，离我的宝珠远点儿！你这个拐卖犯！叶夫人这是还认叶宝珠当女儿呢？他们感情本来就很好，不过今天之后应该会更好吧？毕竟有个那么能搞事的亲女儿做陪衬，显得叶宝珠多乖巧啊！我觉得叶空可容不下叶宝珠的存在，容不下又怎么样？他现在得罪了那么多人，要是没有叶家，他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，还不是不要捏着鼻子认了？这下叶家要热闹了。说，这段时间你被什么人藏去了哪里？为什么我们到处找不到你，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我是被杜小姐带来的。我是问在杜若薇之前，肯定有人故意把你藏起来了，不然就凭你，怎么可能隐藏行踪让谁都找不到？我回之前住的疗养院了。谁出钱给你安排的疗养院？我说了，凭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。是我把他藏起来的。小空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他找你们想要钱治病，可你们却直接把他赶走了。他也后悔了，所以他回到花河县求我离开叶家，好让他的女儿叶宝珠继续在叶家享受荣华富贵。当然，我怎么可能听他的？所以我直接把他安置在了疗养院。那杜若薇是怎么找到他的？准确来说，先找到他的人是张志成，然后李家为了借刀杀人，才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杜若薇，好让你们以为一切都是杜若薇引起的。什么？竟然是这样！不过，把情报透露给张志成的人是我。你知道杜若薇会干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故意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都说了不会跟你抢的，你为什么要让这个女人来找我？是想让她把病传染给我吗？你是想让我死吗？猪，你别这样，妈妈很爱你。你走开！够了，小空，今天的事儿回家再说。方女士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我会继续让你当我的妈妈吗？小空，你说什么？你明明听清楚了，就不要让我重复了吧。妈妈知道你今晚情绪波动很大，也许你也很生气，但无论有什么矛盾或者不开心，我们都先回家。真正在生气的人是你吧？你听到我说他是我弄来的时候，我看得出你很生气。你不许这样对妈妈讲话，本来就是你的错。你想要我死，可以只冲着我。你闭嘴！你哭什么？不是你让我冲着你来的。叶宝珠，你看懂了吗？就算你依旧是叶家的女儿，以后在这个家里，我可以想打你就打你，想骂你就骂你，哪怕我像现在这样打你，这个家里也依旧没人敢说我一句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你当我的专属出气筒怎么样？随叫随到，任打任骂的那种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也不是不能容忍你继续留在叶家。够了。怎么生气了？那你报警啊！如果你不报警的话，我以后就每天打他一顿，让他给我当保姆、当仆人，让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磕几个响头，算作赎罪。叶空，你还想打我？你是不是疯了？疯了的是你！我知道你对我、对宝珠都有很多不满，可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完全就是性格有问题。你不能这么极端偏激的活着。叶夫人，
你是真的疯了？你以为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？什么？我开玩笑的，我干嘛要打他？还每天都打，费力死了。何况我又不缺佣人。以后他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又何必再浪费情绪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叶空从此以后就和你们叶家再无瓜葛。小空，你不要赌气，刚才发生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你可能有很多不满，但这些事儿我们都可以回家慢慢说，不要在别人面前。家？谁的家？叶夫人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怎么还能把叶家算作我的家？选择？我没有选择，我明明是啊，你没有做出选择，可这就是你的选择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方女士，什么都想要，就会什么都得不到。不，小空，你不要这样叫妈妈。我知道你的不满，可是宝珠也是我养了20多年的孩子，哪怕你不愿和他相处，也不能就要求妈妈和他断绝关系啊。如果你实在不能理解，妈妈可以让宝珠暂时出国，等你更成熟了，理解妈妈了，不需要等到以后。我现在就很理解你，我甚至认同你是个好妈妈，但你只是叶宝珠的好妈妈，不是我的。小空，我知道你只是在跟妈妈赌气。叶夫人，你至今还以为我的行为都是在赌气，在争风吃醋吗？你还是太不了解我了。这个世上能让我争风吃醋的人根本不存在。我每一次让你不能接受的行动，都只是在明确的告诉你，你必须放弃叶宝珠。可你的选择是无视我，甚至理所当然的无视我对叶宝珠的排斥和厌恶。你所做的一切，只要我需要，这世上多的是人会为我做，有什么可稀奇的？但你却妄想让我和偷走我身份的脏东西和平共处。叶夫人，你还真是够贪心的，难怪被你养大的叶宝珠也这么脸厚如城墙。不是的，叶空，你过分了。你还是闭嘴吧，叶总。你以为你就有资格教训我了吗？我记得第一天到叶家的时候，你告诉我，要想成为你们的家人，我需要自己努力。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你这个人真搞笑，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那么高高在上。你以为我是来你们叶家乞讨的？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小空，跟妈妈回家，妈妈会慢慢教你的。你明明从来没有养过我，却想教我什么呢？这20多年里，你享受着母慈女孝、阖家欢乐的时候，我独自一个人在花河当无父无母、受人欺负的孤儿。结果你跟我说什么？要等我成熟了、懂事了，再来和你的好女儿姐妹情深，做你眼里的好孩子。小空，你不要这样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为难，又特别伟大？为了我这个不懂事、不理解家人的坏孩子，牺牲太多了。小空，你一定要这么和妈妈说话吗？你这不在剜我的心。这就是剜心了。那你的心未免也太脆弱，你真该去试试我的生活。那在孤儿院，像我这样古怪又孤僻的小孩，也一样是最底层，被孤立是基本，被骂怪物野种是日常，被围殴拳打脚踢也不稀罕。不要露出这种表情，好像很为我心痛难过一样。你是第一天知道我是在孤儿院长大吗？我说这些不是为了你那点廉价的怜悯和愧疚的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不欠你的，叶夫人。所以你千万不要陶醉在自己被伤害的慈母剧盆里，然后还妄想着我有一天能懂事理解你，永远不会有那一天的。所以千万不要来打扰我。哦，还有，我没有占外人便宜的习惯，你们给我的几张卡，现在也全都还给你们。空空，小空，你不要再说气话了。是啊，姐姐，你真的不要再赌气了。没有爸妈，你在益州该怎么立足？就连你和温家的婚约，也是建立在叶家的基础上啊。离开了叶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喜欢的是叶空这个人。我和叶空的婚约，也不会因为他不是叶家人就取消，就像我从来没有因为你是叶家人就承认过婚约一样。温灿，你这里还有一张，给你。姐姐，就算你要离家出走，也至少带着钱才行啊。等你过段时间消气了，爸妈还会接你回来的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回来的。你把我当成和你一样，没有父母兄弟就得扮可怜才能活下去的人吗？豫州的消费水平和别的城市不一样，更别提衣食住行的花费，更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姐，你还是留一张卡吧。看来你还真的把我当成没用的穷光蛋了。认识吗？哎，好家伙，那可是豫州银行存款2000万才能拥有的无限额黑卡，上流社会有身份的人才会拥有的。这是我自己的，可不是你爸妈给的。这个认识吗？也是我的。老天奶，那可是京都俱乐部 VIP 卡，至少充进去5000万的额度才能拥有的。这个好像是我15岁办的，当时赚的太多，就一口气办了好几张卡。这张是我来豫州的前几天，刚好签了个合同。
赚了6000万。怎么样，叶小姐觉得这些钱够我在豫州衣食住行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你这些钱都是自己赚的。是啊，在你看来，靠自己挣到这些钱很难吗？可我觉得超级简单呢。我来了之后也很吃惊，有些人拿着社会顶级的资源，享受着普通人梦都不敢梦的权利，到头来什么也不是，连做人的基本都不会。这么看来，在豪门长大也没什么好值得骄傲的。你说对吗，叶宝珠小姐？我这么说，你相信了吗？我不会再回叶家了，因为你求之不得，拼尽全力也想抓在手里的东西，对我来讲就是一堆废物。叶家3小姐，豪门千金，你想要你就拿去好了。我原本是冲着爱来的，可惜没有人通过我的考验，你们出局了。小空，方女士，叶先生，我们作为家人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不想变成仇人的话，以后还请不要来打扰我。小空，我想各位也不希望再见到我了，当然我也彼此，那就最后祝我们大家都愿望成真，再见了。多谢温先生帮我摆平了网上的舆论，以后天高任鸟阔，随便我想怎样就怎样了。你看起来可不像是什么好人。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欺负过我的人，最后都会被我报复回去。不过老实说，你跟我订婚不只是为了家里的催婚吧？哦，怎么说？你不当继承人之后，明明已经脱离温家，虽然依然装瘸，但一点也不像是需要我这个未婚妻接济的落魄少爷。而且你还有资本偷偷在城郊建起这么一座秘密基地。恐怕温家现在那点资产你也看不上了吧？你和我订婚，看重的不是我的身份，而是我闹事的本领吧？温灿，温少爷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和温家有仇吗？什么都瞒不过你，未婚妻。我本来想再等一等，可是现在我不想等了，夜空，因为有你在，我想快一点解决温家，然后只陪着你。你要做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已经都准备好了。我要让温家、温荣为我母亲付出代价。阿灿回来了，温灿哥哥，你怎么能让这个女人进家门呢？她之前差点杀了阿莲哥。是啊，上次在温家大闹一顿还不够，昨天在李家的聚会上当众和叶家断亲，这种女人怎么能进我温家的大门？你们几个有什么资格议论我的未婚妻？温灿，你别忘了，现在掌家权可是在温叔叔和温连哥手里。温莲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好了，你们先出去，我有话要和阿灿说。阿灿，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，竟然纵容你的未婚妻，如此的没有规矩。我的未婚妻，她想怎样就怎样。阿灿，你爷爷已经知道夜空小姐的所作所为了。她既然已经不是叶家的小姐了，那你们之间的婚约作废，立刻退婚，这是给你的通知。阿灿，我知道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不容易，但一辈子很长，爱人还会再遇到的，没有什么比温家更重要。你也别太难过，你们好聚好散。你不好意思，我觉得太好笑了。原来我与生俱来的演技都是跟你学的呀，温柔。你喊我什么？我是你父亲。你有当我父亲的资格吗？时间有限，我不想说废话，只问你一个问题，温柔。你当年为了得到权力，买凶杀人，制造车祸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母亲会死？你在胡说什？我说，你到底是为了温莲那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还是因为你早就厌烦了我母亲，所以要她和我一起死在那场车祸里？你这个逆子，谁教你这么说话的？当年发生车祸时，我昏迷之前，听到那个司机给你打电话了，他都招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外面来了好多人。冷静，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。跟我没关系，肯定不是冲我来的。温荣，你因涉嫌多项罪名，数罪并罚，现对你采取强制措施，
温家其余人经人举报，一同带走调查。搞错了吧？怎么可能是我？大伯，你救我啊！魏温柔，我干的事都是你指使的，你说句话呀！到底是谁举报的？谁举报的？是你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温灿？我是你父亲。温荣，你不配当我的父亲，你该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竟然没有权！温灿，你原来一直都在骗我！如果我不骗你，如果我没有放弃继承权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我早就该杀了你，我就该让你和你妈一起死在车上。不，更早一点，我就不该让你出生。如果没有你，如果你没有这么优秀，你爷爷也不会跳过我把家主继承权交给你。凭什么？都是因为你害死你妈妈的凶手是你自己呀，温灿！温柔说的话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他不配当你的父亲。我刚就发现你站起来怎么比我高这么多。谢谢你，诗怡。我的未婚妻，我现在只有你了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。我想要爱，你拥有过吗？那种全世界最爱你，只爱你，无论把你和谁放在一起，都会永远无条件选择你的爱，你拥有过吗？有过。那你能分享给我吗？好，诗怡，余生，你是我的全部。